当然你可以说老王，我操，你太逊了，连这么个东西都变不明白。真实宝儿用心测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破坏王的魔玩分享时间，我是老王。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玩具呢，是这款来自第三方 DX9的这款小比例的人来啊。这个关注了这款玩具的朋友啊，应该知道这东西真的是隔了很久很久才出货，因为一开始 DX9 小比例它是好几款一起公布的徽模嘛，那谁能想到这东西1年才出一个？那我们这个人来基本上就隔了两年多啊，才终于让我们拿到手上，真的是等的时间太久了。不过呢，说实话，我觉得这款玩具呢，就像标题写的一样吧，哇，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变形啊，非常有挑战性啊。当然，首先我是没有说明书的啊，很多地方也是我自个儿摸索的，所以说可能到时候跟你看到说明书会有些差异。不过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真的跟我一样不看说明书去变的话，这个东西尤其是车头的这个部分啊，确实变形起来有一定的挑战性啊，而且尤其还是这个车头部分啊，尤其它相比于 MP 的那款人来要复杂了非常多啊。哇，真的是可以说是在小比例也算是非常极限的这么一个产品了啊。那我们先来看到车型，那作为一个小比例的玩具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玩具整体的个头呢，其实非常小的啊。即便是这款人来在最后完成了它的这个合体的超级模式之后呢，也仅仅是有一个微级别的尺寸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它车头这个位置是可以安装一个这个神力战士的，我们把这个先拿下来。这个神力战士呢，哇，非常的小，我们简单的变一下形。这个尺寸实在是小的有点太小了，甚至说虽然说它有一些刻画呢，但是因为它太小了，所以说你基本上也都看得不怎么清楚啊。不过呢，确实有还原到这个玩法。不过在这种尺寸上呢，想要有一些联动，那基本上也就是天方夜谭了。那么整体车型的长度方面呢，大概是达到了22.5公分左右啊。载具呢，因为它是前面后面摞到一起，所以说显得这个尺寸可能会略微的感觉有些长。但是如果你还是跟其他的小比例玩具放到一起啊，还是可以发现这个东西的尺寸还是很小的。那么推车的方面呢，其实问题不大，它的前后的一共8个轮子呀，基本上也都有这个铆钉啊，滚动起来呢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车头这个位置可以进行一个左右旋转来形成一个转向的效果啊。我们把这个车头拿下来看一下吧，它是通过这2个腿这样2个卡扣分别卡到这里的2个凹洞上来把这个车厢安装在上面。其实这个车头你可以看到整个显得比较的琐碎啊。说实话，我第一次变的时候真的差点给我变懵了啊！当然你可以看到这里有点小的缺损，没有办法，我这毕竟也是一个这个样品的阶段啊。那么车厢方面，首先这里可以收纳它的2个肩炮啊，这个也是非常传统的一个人来的设计。那么这次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车厢打开，你可以看到它利用它的腿部设计呢，在里面做出了很大的一个空的部分啊。这点你也可以往里放一些小比例的小车之类的吧，我觉得这点做是比较好的。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呢，貌似它的这2把黑色的枪呢是没有办法在车顶上像机翼的玩具那样进行收纳的。那如果你想收纳的时候，就只能把它放到这个车厢内部的空间里去了啊。OK， 那么我们呢来看一下这个相对来说复杂的程度非常之高的这个小车头怎样进行变形啊。首先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把它的2个这个排气管呢，我们给它这样往下戳，然后这样往外这样移一下。你可以看到在它的这个排气管这个凹槽这个位置是有一个限位的，把它推到最底下这个位置啊。然后我们需要动的是车体侧面这块板，这个我个人认为它不是很容易翻出来。你可以拿一个这个螺丝刀呢，这样撬一下，撬开之后呢，把它整个的这样往外拉出来，然后呢，把它这块这样往外打。两边这块板翻出来之后呢，我们首先把它保险杠这个位置呢往下这样翻一下，两边这个轮子往外这样稍微抬一下，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它这样抬起来，整个的往下翻出来。之后呢是这一块板，把它往后翻，你可以看到它的头在这个位置啊。之后呢，我们需要把它的2个手臂呢给这样翻出来。之后呢是这里面2块比较小的这个零件呢，我们给它这样竖起来。然后呢，在它的这个车子的侧面这个位置，这个灰色的这块面板呢，我们把它给这样抬起来，另外边也是啊。然后我们翻到底下来看呢，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这样先打起来，然后把这个地方呢做一个90度旋转。你要知道，你要注意它这个地方没有上轴，所以说它这个裙甲老是自己往下掉啊。OK， 这样翻起来之后呢，我们再把它的2个腿这样往下打下来啊。然后呢，我们要拉它胸部这块板，你要注意这个人来的假胸，它的一个设计在这款液压上是有保留的哈。这也是它假胸这个车窗到时候变成它背后的一个位置了，对吧？我们需要把它的这个假胸这个地方呢，整个的往外拉，然后呢往上翻的同时呢，你需要这样把它这个假胸这样转出来，然后往上翻，
同时呢，把它这两块灰色的板呢，给它往里这样收进来啊，这样。然后呢是头部这块板，头部这块板我首先需要把这个地方呢收到它这块板的里面，然后呢把这块板呢先往外拉一下，再往下扣，再把它往前推啊。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两块侧面的板呢这样往里这样进行一个180度的一个折叠啊，然后呢把它这样立起来，同时呢把胸部这块呢我们也往前这样立起来啊。之后呢是这两片，我们需要把这两片的这样往里这样收进来啊。之后呢我们需要把它肩膀这个部位呢整个的再往里这样扣紧，然后呢把它的手臂这样放下来，这个排气管呢往下这样扣过来 OK。 之后呢把它的头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头仰天长啸的一个姿势啊给它转回到正面来啊。裤衩这个位置呢我们给它这样往上推，把它卡到一个正确的位置，然后呢是它背后的一个就刚才这块保险杠的位置啊，我们需要把这两片呢给它这样往里这样进行一个折叠啊，再把它给扣上。接着我们看它腿部的部分，首先把它腿部后侧的这块盖板打开，然后呢把它的脚掌从这里面进行一个旋转，然后呢把它翻开，翻开之后呢再旋转，把这个脚掌转到正面这个位置扣上去。同时呢这里有一个小的面板，我们需要把这个面板旋转180度之后呢把它往下扣，这里有一个倒钩形的一个 T 型的卡扣，我们需要把它给这样正好啊和这个面板进行一个咬合。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位置其实为它小腿的有一个斜向的一个肌肉的造型哈，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细节的，对吗？这是它的一个手臂的部分，我们需要把这个位置呢给打直，然后呢从这个里面呢翻开，拿出它的手掌，把它扣回去之后呢再把这个手臂旋转180度，然后呢我们这个小比例的这个人来的一个主体部分就已经倒了，抱歉，变形完成了。我觉得从车头这个方面真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设计师有一些炫技的成分，哇，真的变形显得非常的繁琐。不过说实话，变形完之后这个人形的造型呢，我觉得倒还算是可以啊。相比于 MPG 的那款人来呢，它的一个造型啊，我感觉它非常像 SS86 的擎天柱的一个体型啊。怎么说呢，也是得到了我们这个迅先生这个宽体的精髓啊。当然，人来非常标志性的前方和后方的一个真假胸的转换呢，这款也是有保留哈。不过呢，你看它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插这个小战士，我们先不插，待会儿组合时候再说啊。不过呢，它这里做出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收腰的效果，看起来这还可以，对吧？然后整体的一个一体性呢，其实还是挺好的。不过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腰部的这个关节啊，稍微有一些松啊，不过严格来说影响也不大。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其实你像它的头部，包括它的手臂旋转这个位置，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偏紧的。我觉得因为这个玩具它尺寸相对来说比较小啊，这些地方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一些啊。那么在目前的状态下呢，它的身高只有一个12公分左右啊，可以说是浓缩的这个确实是一个精华，是吧？我的天呐，你很难想象这么多繁琐的一个步骤都浓缩在了这么小的一个人形里面啊。不过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在目前来看呢，它这个小人来的状态貌似是没有任何武器的搭载方式的，因为你看它的这个大枪的一个尺寸明显跟它的手掌也是完全不配的啊，这个我觉得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一个设计。OK， 那我们接着来看它的一个合体模式超级形态的一个变形啊。首先呢，我们需要把它的这个车头部分还原回它的一个车型的状态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的两个小的天线呢这样往外拨，然后呢把它往下这样推啊。之后呢，这里有两块这样的小盖板，能看到吗？我们需要把这个盖板呢这样打开，这个样子。然后呢，把它的两个腿呢反向的这样进行一个折叠啊。不是它腿的位置跟它车头的位置是要进行的一个贴紧的一个操作啊。OK， 然后这两边这个排气管呢，尽量的往它后面这个腿的位置贴啊，这样就是它的一个人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状态。OK， 我们接着来看车厢。车厢首先呢，把它后面的两个这个门板呢，给这样进行一个开启啊。然后呢，侧面的这两块板，我们需要把它给进行一个折叠啊。然后呢，放到前方来看呢，把这块蓝色的这个杆子呢抬起来，里面的这个连接件收起来，灰色这块零件抬起来之后呢，整个做一个旋转，这样放进来啊。然后两片这个红色的零件，我们需要先把它翻开。之后呢，这个位置有两个卡扣，我们需要把它给抠开啊，略微的有一些紧。抠开之后呢，把它这个手啊从里面这样拽出来，然后呢，我们给它进行到一个180度折叠，跟这边呢有一个卡扣啊，扣起来。之后呢，这块红色板我们再把它这样翻起来，把这两边扣住啊。接着来看它腿的部分，这里有两个卡扣，它把它翻开啊。然后呢，它侧面的这个位置，我们需要把它跟上面这块板呢分开。之后呢，上面这块板我们把它翻出来啊。
两边呢这里收纳2块面板，我们暂时的把它给这样翻出来。然后我们现在呢可以通过它的关节呢把2个腿呢这样进行一个分开啊。然后我们先专注于其中一条腿吧，把里面这块小小的面板这样翻出来，把这块车门板呢这样收进去啊。之后呢这块板呢我们这样做一个折叠啊。然后呢这块板呢我们一整个的给它往后这样做一个折叠啊。同时呢这个膝关节呢我们可以先把它给这样拽出来，然后呢再把它这个位置这些卡扣把它给打直啊。这里的位置呢这块板我们现在需要给它进行一个180度的折叠，把它折上来，跟后面的卡扣进行一个咬合啊。然后里面的卡扣呢进行一个咬合之后，就是侧面这个位置2个这样的卡扣跟它侧面进行一个咬合。腿部变好之后，我们接着来看上半身，把它的手臂呢这样做一个180度旋转，然后呢打开，把它的手掌给翻出来，再扣上啊。背后的这块板呢，我们给它先把这个头部这样翻出来吧，这样往下扣一下，然后呢一整个的向上这样提一下。我们现在就可以拿出它的一个车头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把它给这样先放到这个背包的位置上，把这个头呢先往下扣，然后呢把它这样一整个的往下这样扣到它的一个底座的一个腰部的位置啊。然后我们从正面来看呢，两边的这个连杆连这个杆呢，把它肩部侧面这个卡位给这样扣好啊。OK， 然后2个肩膀我们这样给它往上这样稍微拉一下啊。之后呢是2个这样的肩炮，我们需要把肩炮呢给它安回到它肩膀的一个位置啊。OK， 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这款超神人来呢就已经变形完成了。这来说一下它这个神力战士的小人啊，这个它在变形成这样一个所谓的一个引擎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的卡扣的，所以说你得勉强给它摆成一个这样的形状。然后呢，我操，它还掉了，它非常小啊，要小心一点。这2个脚上的卡扣呢，对应上这个位置的2个卡扣啊，这样给它勉强的安上去。我说实话呢，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设计不是太好，因为这个小人非常的松散。不过呢，装上之后确实也算是还原了它基本的一个造型吧。相比于单变这个车头呢，变成组合模式的这个繁琐程度啊，没有它单独变这个车头那么高啊。不过总来看还是挺复杂的，而且依旧比 MP 的那个要更加的复杂。说实话，如果你真的和我一样不看说明书来变形的话，那确实对于这款玩具来说还是蛮有挑战性的啊。不过整个完成变形以后，这个人形的一个造型呢，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赖的啊。整个一个体型修得非常好看啊。是给出来一个倒三角的一个身材。背包部分呢，除了说这个面板呢里面还包裹了它人形的双腿，看起来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一个规整啊。整体来说造型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那么这里值得一提是它的脚掌，因为我以前总是批评人来说它没有脚掌，显得非常的一个难绷。那这次呢，它特意在它所谓一个大象腿的细节上呢，做出了一个小的前脚掌的区别，而且它是做了一个这样单独的接地的。我觉得这样看起来观感也会稍微好一些吧。然后它在里面呢还有一片这样一个单独的零件来一起支撑它的接地啊。不过它后面这些个由车厢板组成这些框框肯定是不可能支持一个接地的啊，所以说这个玩具严格来说也是一个假接地的一个效果吧。那么整个这个组合模式身高大概是已经达到了一个 19.5 公分左右啊。我拿出 SS86 擎天柱稍微对比一下呢，可以发现它比86度稍微高了半个头左右吧。其实不得不说这样一个场景放在一起还蛮和谐的啊。不过如果真的按照机翼的比例来说的话呢，那人来应该是比较大的，毕竟它单独这个车头就应该已经跟擎天柱是差不多大小的了，对吧？当然这毕竟是一款小比例的玩具啊。武器配件方面呢，除了它的2个肩炮之外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过2把这个大枪啊，这个大枪是通过这样一个向后的卡扣卡到它手掌内侧后方的一个凹槽上，这样安上的啊。这个效果还是挺不赖的。当然这个肩炮呢也是可以旋转，可以把它旋转到你希望的一个角度啊。整体来说武器呢也是还原了它机翼原设的一个配置啊。OK， 那我们最后还是总结一下吧。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变得熟练的话，我觉得这款玩具还是蛮好玩的啊。当然如果你真的希望挑战一下你的这个动手能力的话，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不看说明书来变形啊。实话告诉你们，这个我刚开箱的时候我第一次变压根就没变明白这真没变明白。不过现在倒是还好了，但是你可以说老王我操你太逊了，连这么个东西都变不明白。行吧，可能确实是我太逊的原因。OK， 那么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视频的话呢，请千万不要忘记1键3连，KO 厂建设需要你的协助。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